各位球友，大家好。正手下旋拉，其实在网上的视频很多，但是绝大多数视频都是讲解的如何去拉。那么这节课我们从原理上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去这样拉。首先，我们先讲一讲正手下旋拉的击球时间，到底是上升期、高点期还是下降期？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业余高手，这3个时间段你都要会处理。我们先讲一下最基础的正手拉高吊，击球时间就是下降的前期，我们去合这个力。咱们很多的业余球友在拉下旋球的时候总是下网。那么下网其实影响因素有很多。我们乒乓球这项运动是一个制造弧线的运动，是吧？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它的运行轨迹最后能落到对方台子。那球台就这么大点儿，对吧？你劲儿大点儿，劲儿小点儿，偏一点儿都不行。那么正手拉下旋的时候，一旦球下网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点，有可能是你板型压得太低。或者说前倾的太狠压板压太多了。那么根据像光的反射原理，那你压力越多，它肯定越往下走你稍微亮一点，它有可能上来了。但是很多人呢陷入一个误区，认为我们这个下旋一拉下网就盲目的或者是一味的去追求我这个板型稍微后仰一点。那我做一个示范，你看一下那咱们看一下正手拉下旋这是个下旋球，对吧？那你们下网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我这么拉，你看这板型都立得什么样了它依然可能下网有的时候，咱们有的球友就这样他撑不住，是不是？感觉也摩擦了。这个的原因就是你的弧线偏短。接着说这个弧线偏短的主要原因，球的飞行轨迹不仅跟它的出手角度有关，还跟它的水平速度有关。就说刚才这个球。我这么多都下网了，并不是说板型不对，而是你给球的水平速度不够，造成球的弧线不是偏低，这个叫弧线偏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加大球与拍撞击的速度应该说球拍与球撞击的速度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刚才那种感觉这种它就下网了，它那板型还有不动我稍微往前使点劲儿我稍微往前使点劲儿，它就上台了再分一下下旋球我们需要给球从下到上的力，那么你的引拍就不要过于往后。我们的起点与击球点的相对位置决定了你的发力方向。比如说刚才这球弹起来下落在这个位置，那我球拍在这儿出手，我向上向前的多；那我球拍是在这儿出手，向前向上的多。看清了吧？就说我引拍的时候到这儿有可能就上了，那我引拍到这儿，这个球可能就下网了。我们讲第二种情况，就是前冲弧线球。前冲弧线球是高点期，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在高点期拉弧线球呢？高点期的球比较高，我们制造弧线的时候需要注意，我们的击球的高低会影响你的出手角度、出手速度、摩擦撞击的比例。那么前冲弧线球之所以能冲，主要原因是因为球在高点期附近我们击球，我们从后到前的力多。那就必须要保证这个球稍微高点。如果球这么低，你从后往前使劲，它一定是下网的。球越高，你可能越向前的多；再高了，你可能向前下了，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在拉前冲的时候，你要找着高点，这个时候去出手。那么高点出手的时候，我们业余球友会发现，你跟马龙那个前冲，人家这个前冲为什么那么转还能前冲？咱们稍微转一点，前冲不了了。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你先看这个球。如果你的劲儿比较小，你看我这拉前冲如果你的力比较小，它克服不了这下旋，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撞击力看点你得发力，有一定的撞击才能向前。也就是说，这个球，你给球的足够撞击力，能让球保证足够的弧线。你劲儿越小，它碰着拍它就掉下来了。你的力量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旋转的，只是说你的板型、你的发力方向、你的撞击
力量的大小，它都会影响到球的运行轨迹。所以说，前冲回旋球，即使我们的引拍很标准、很到位，然后呢，发力方向、球拍的版型都没有毛病。如果你劲儿足够大，你还能克服它的下旋。如果你的力小了，哎，就对不起，吃下旋了，吃旋转了。所以说，你看他们打削球的哈，这个球砍得非常非常转，有的球还能冲，就是因为它的力量大。那么关于前冲回旋球，就先讲这么多。讲第3种方法，就是上升期拉。上升期拉的时候呢，其实在使用场景主要就是针对于对方，比方说我正手摆个短，他一板劈长，我们回不来啊，搓。你还没等回到位了，球顶过来了，你再等到这儿，等到这球在这儿呢，这你怎么拉？你肯定拉不了了。所以这个球呢，如果对方劈的比较急、比较快，你身体还没有完全还原，可以选择上升期去拉。上升期拉呢，就是球刚刚上升。上升期的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借力比较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它下旋还是有一定旋转的，所以说我们不要一味的盲目的去发力，动作要做的小一点，引拍不要太往后。主要是靠借它的力，咱们往上蹭这一下这种感觉啊！我给大家模拟一下，就是我摆完短之后，身体来不及回来啊，我故意晚一点回来，大家看一下上升期如何去拉这个球。你看我故意晚点还原啊，跟着球走上升期啊，这是上升期拉的啊。